受你的。怎么样了？脚都要被你气软了。那赶紧出发吧。谢天旭，谢天旭，谢天旭，谢天旭！你的吻的确很有效果。你怎么越来越重了？你不能不使劲，完全赖在我身上了。你自己也使点劲儿。谢天旭，谢天旭，谢天旭，你不能摔。老大，这里有血迹。追！谢天旭，谢天旭，谢天旭。起来！起来，走！起来！
你花活挺多呀，可惜你身上的味儿太大了。我旭哥呢？他当然是躲在一个地方，等着给你个出其不意。旭哥，你还不出来吗？旭哥，出来道个别吧。好的 ，CP 嘛，毕业了才好磕。谁允许你动他的？我们从来都是两条路。我要消灭的，是建立在人身上的不平等，而不是像你一样，建立新的不平等。终于到家了。哎，你别乱动，这样会扯到你伤口的。这样我才不会乱动扯到伤口。哎，对了，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。我在悬崖上的时候，依稀隐约看到了一条龙，你有看到吗？那是我的龙。啊？所以这条龙是你的宝宝啊？就跟南星和他的章鱼那样？对啊。你的宝宝比你可爱多了。你养的，脾气和你一样难搞。所以他平时住在哪儿啊？住在深山老林里面。毕竟他是异类嘛，远离人群也更安全，也会更自在一点。就那个男孩子好孤僻的，平时看到人啊都不笑的，还不打招呼。之前新闻不是说嘛，这种人啊会发疯的。其实，我很开心和你成为
伙伴。伙伴？只是伙伴吗？这几个月真的挺特别的，各种极限逃生，甚至还进入到你的梦里。我也托老师调查过这些梦了。落日森林里面有一种蕨类的植物，当雾气的湿度超过90%的时候，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分子。所有吸入这些特殊分子的人，都会被它入侵大脑中负责记忆和幻想的区域。所以我们的梦就连接在一起了。准确的来说，是我们共享了彼此的潜意识。潜意识的话，那梦里面经历的，也有可能是真实存在和发生的记忆了。魏老师，之前给你的药还在吃吗？在吃，而且药效比我想象中好很多。我现在多了很多我之前没有过的感受。老师，我本来是想告诉你，之前培养的时候拿错了，给你的那个只是普通的维生素。但如果你确定你有了新的情绪体验，只可能是你突然拥有了正常人的情感感知能力。知道了。是我的眼泪吗？可我只在那种柔软的人脸上看到过。我曾认为这不过是软弱的标志，直到这个人的出现，我开始嫉妒他的眼泪，他的坚决。也许是他的病毒进入我的体内的时候，把他的健全一并带给了我，然后可以成为幸福的奇迹发生了。一个拥有爱的能力的人，在面对爱人的时候，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找到了，幸好没弄丢，我用 AI 画了好久呢。
昨晚你磕到了头，有点轻微脑震荡。还记得为什么会磕到吗？好像做了一个很混乱的梦，记不清了。你是医生吗？原来我出场自带恐怖片音效。他和5年前那个人长得太像了。你们好，我是金内尔斯生物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顾燕青。昨晚你们过了约定的时间还没来报道，电话也打不通，所以我就被安排去找你们俩。结果看到你们俩在小树林里晕倒了。报警！赶紧报警！昨晚树林里出现了好多杀手，他们杀了好多人。他不会真的是5年前那个人吧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全身上下没什么力气？蘑菇汤有毒。昨晚你们煮的汤里面有种致幻菌，导致你们全身无力体质化。怪不得我还能跟那个杀手过上2招呢，原来是幻觉啊！我都说了，野蘑菇不能乱吃。好了，你们身体里的毒素应该代谢的差不多了，收拾一下，跟我去见所长吧。快点。气质是很不同，但长得和那个人也太像了，我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哇塞，这办公环境也太酷了！这是捐赠遗体跟我们做研究的志愿者，以后他就是你们的大体老师。郭老师，你一会儿有空吗？还想请你帮我看看论文。找丁老师一起吧。你们就是新来的实习生吧？师姐好。行，我去带所长过来，你们请自便。我帮你招待他吧。你们俩就在这坐着吧，别给大家惹麻烦。所长，推测他俩昨晚应该是吃了毒蘑菇后中毒晕倒了。毒蘑菇，毒蘑菇。蘑菇好啊！哎呦，这么多长时间没吃过，我天天想吃什么，想到头都炸了。哎呦我啊！今晚野生菌火锅。吃饭前先把正事干了。顾燕青的履历看着很合理，不太可能是那个人，但越看越像呀。一般高智商反社会人格都极其擅长伪装，万一顾燕青真是那个人的马甲，
是不是应该给所长提个醒？顾燕青有案底，他杀人了。知道我秘密的人都得死。头又难受了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金尼尔斯的所长丁所。丁所好。丁所好。哦，我是实习生陈依依，他是实习生吴农宇。我们都是东大生物科学专业，研二。不错不错，一看就是乖巧的孩子。丁所，近期情况，停尸间有2具尸体不见。本来想请你们吃个饭，临时插了个会进来，改天吧。啊，小顾啊，带他们安顿好。走吧，这边。宿舍在76楼，4楼有个餐厅，有需要你们可以自取。还有，晚上没事不要出来乱晃。好的，顾老师。陈依依，这你的房间。哦。晚安。晚安。走吧。邱小庄园夫妇被害案中，警方曾将妻子谢某旭列为嫌疑人调查，但一直未找到关键性证据，至今仍是悬案。哥，你记得5年前邱小庄园你们带走的那个谢某旭后来怎么样了吗？对不起。这是你房间。顾老师，晚安了。不想忍了，让我进去。你不要的。刚刚不小心蹭到门上新刷的漆了，实在忍不了了。借用一下你的洗手间。背影看着也有5、6成的相似，得想个招，
不被他察觉的看看他是不是也有那个疤。对不起啊，我本来想试一下花洒的水量，没想到溅到你身上了，我帮你擦一下。裤子也湿了，要不也帮忙擦一下？今天的事我当作没发生过。希望你以后把心思都放在学术研究上，不要花在不恰当的地方上。哥，你打听谢欣旭做什么？他叫谢欣旭啊。就是我这2天实习嘛，很焦虑，所以老是做噩梦，老是梦到他那对瘆人的眼珠子。你经常梦到他，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因为我就是怕你现在这个反应，所以才不敢告诉你嘛。所以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嘛，哥？他4年前病死了。那我就安心了。哥，你看，我已经在这边非常安稳的安定下来了，也不用担心哈。早点休息，晚安。监控坏掉了，没有拍到那2具尸体是怎么不见的。最快一定要封锁死这个消息，把这栋楼所有的监控都调出来，不要放过任何线索。好。餐厅怎么没信号了？刚刚肯定被顾老师误会，我在搞一些有的没的勾引他。嘎出天际啊！
我的人你也配碰？伤害你的人已经被控制住了，现在这里很安全。刚才攻击我的那个人，很像今天那个大体老师，他诈尸。你是不是为了救我受伤了呀？对不起啊，我已经给那个人打了强效镇定剂，没有和他正面接触，也通知安保科的人过去处理了。还有，又对我个小动作，别再有下次了。真是活爹！G-Nurse 经常停电吗？这可不是普通的停电。怎么还是没有任何信号啊？应该也被切断了。李柱，李柱，是不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件了？20分钟前，他受到了不明男子的攻击，而且，这个男子很可能是捐献遗体的志愿者。
怎么可能？他们明明已经……会不会是有人利用某种未知的手段操控了大体老师的身体？我去安保科找对策。所长在负1层的停尸间，你们快去通知他现在的情况。这里原先应该摆着100多具尸体。啊！丁锁，丁锁，你也被大体老师袭击了吗？你被他们袭击了？嗯，已经控制住一个了，李柱也去通知安保科了。那里面的尸体呢？最开始是有2具尸体突然不见了，我就过来查看情况。然后他们就离开了。幸亏我当时反应快，我这才躲过一劫。哎呦！这是 B 型感染者。你们不会拿这些感染者做什么秘密实验，结果玩脱了吧？他来金内尔斯实习是签了严格的保密协议的。5年前 ，Affinity B 型的感染者首次出现了失控伤人的现象，因此组建了特殊管理局对他们进行管控，同时也展开了对他们体内病毒的研究。得出的结论是 ，B 型的 Affinity 能大大的开发感染者的体能潜力，让他们拥有惊人的破坏力。后来呢，
政府就把这个群体命名为刃。Affinity 也让少部分的刃患有情感缺失症，所以就是感受不到，也理解不了爱和痛苦这些正常人的情感。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呢，他们出现反社会倾向的比例就比普通人要高很多。之前新闻不是说嘛，这种人会发疯的，还会反社会。你看看，现在连自己的父母都……政府后来看中他们的能力，利用他们去执行一些危险的任务，来保护普通人类的安全。哎呀，但是刃呢，在任务结束之后，它很容易失控伤人的。他们一很兴奋的时候，体内的病毒载量就会很容易爆发，然后就会失控，一通乱发泄呀，最后搞不好就精力耗尽就死掉了。失控也是可以解决的，一定条件下 ，A 型 Affinity 可以抑制 B 型 Affinity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 A 型的感染者可以引导失控的刃变正常，不过必须满足两个人是不同性别这一条件。后来呢，这一群体也被命名为瘾，他们天然的吸引刃。那刃是怎么在人群中确认瘾的呢？瘾呢，由于病毒的影响，他们的血液啊、眼泪啊这些体液有很特殊的味道，刃的嗅觉很灵敏，它能闻得到。那瘾是怎么引导刃变正常的呢？通过体液的深度交互，一般称它为节气。比较常见又安全的一种节气方式呢，就是两个人结婚，然后通过夫妻生活呀，就是现在很多人通过跟瘾结婚，已经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了。所以节气约等于正常人的结婚？不是，要比一般人的婚姻更加牢固。这是1对1的永久绑定关系。节气以后，病毒会产生排他性，从此以后这个刃只能被这个瘾安抚，这个瘾的体液也对其他人无效，他们会认定彼此。但是瘾的数量比刃要少很多，所以这些年 Genus 一直在进行抑制剂的研究，来解决这个失控的问题。所以研发出来了。刚刚顾老师救我就是用的抑制剂，对不对？抑制剂是通过降低病毒的活性，使人从亢奋的状态中迅速镇定下来，但效果是暂时的。耐药性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而变强，最终失效。所以就要一直改良抑制剂了。其实今天这些人就是试新药的志愿者，没有想到他们试完新药以后就死掉了。哎，这个新药的不良反应会不会就是造成呼吸暂停之类的，然后被误判为死亡啊？全保科那边安全。给你们讲个笑话，那些人看着脸，但是每次做药物测试的时候，都会叫得跟猪一样。想起来就好好笑。真香，傻子也是。要这么开心啊，我也要听。来，想想就好笑。哎，猕猴桃给我一个，我还有一个更好笑的跟你讲。给。哎呀，生哥，听你说的，我今晚都想搞碗猪杂粥喝了。我给。嘘，不要发
出猪叫。嗨，你们没死？哎呀，就是跟大家开个小小的玩笑嘛。不过接下来要弄真格的了，猎杀游戏正式开始。我听见这边有枪声，我看见有人往那边跑。南星，一支剂都到手了。Nice， 一会儿给大家发一下，免得失控了自己人都干。我想想啊，接下来该怎么玩这些小老鼠呢？要留活口吗？发现瘾就留着呗，以后这里啊，就只需要生活自由、快乐又团结的刃和瘾哦。应该是那群人干的。你们快看监控！他们不会是要去宿舍去吧？快找个电梯钥匙接听他们！快！你们到底对那些人做了什么呀？他们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真的只是正常的试药啊！他们还签了风险告知书和遗体捐赠协议呢。钥匙！监控前的你们在忙什么？没用的。看来有小老鼠在偷偷盯着我们呢。我好像不小心按到了和电梯的通话键了。他们过来了。金属探测仪。是不是这条？没错，就是它。
来不及了，让给我！还来得及。体能这么差，脑子反应倒很机灵。年纪大了，拉回吧。那里坚持不了太久，咱们得分头行动。我上去告诉大伙撤离，我们去卫星信号站，但是卫星信号他们切不断。让他跟你一起吧，我这边带个人很麻烦。行吧，龙宇，那你跟我一块儿。对了，电梯很危险哦，爬楼吧。54层确实很累，但尽量半小时之内完成。爬54层，也太吓人了吧！郭老师，我跟你一起去信号站吧，我保证不添麻烦。哎，旁边这栋楼是新建好的吗？对，新的交通站也在那儿，计划是下个月投入使用。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交通设施离开。要不，先一起解决一下这个密码。你在干嘛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就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密码的线索，没想到一打开，这些东西全掉出来了。原来这不是密码锁，是个传真机啊！特殊管理局是0409。应该是跳闸了。我去楼梯间的电房看一下，有情况你就大声喊我。顾老师被什么困住了吗？
跑！上来，抓好了。他们应该追不上来了，顾老师，要不你把我放下来休息一会儿吧。你肩膀上。你都看到了。所以说，你真的很麻烦。那边有声音。介不介意我先去把那些狗皮膏药解决掉？我会把你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待一会儿。等我把那些东西解决了，再回来见你。冷静冷静，哥哥的消息不会有误的，谢新旭已经死掉了。那万一他也用了一些手段伪造了死亡，我又已经识破了他。一会儿他回来了，不行，必须逃出去。绳子还是不够长，不然跳下去。不行，太冒险了，万一跳下去受了伤，很容易引来那些人。只能试一试，去对面的平台。在生气啊？我得用抑制剂解决掉那些人。你在旁边的话，我会分心的。而且，我肩膀被你开柜子砸到，我都没生气啊。你真的很麻烦。所以他肩上是被砸到的淤痕啊。那句话也只是在抱怨带着我很麻烦吧。得赶紧回宿舍区了。你要去对面那个房间办什么事的话，找景。所以，你刚刚一直在下面，静静地看着我爬绳子吗？看你爬得那么认真努力，不忍心打扰你。
背后比较脏了。还是前面比较脏。嫌弃我要这么明显吗？这个天气穿了伪装，有点冷。不走吗？来了。哎呀，狂催我们在最近的电梯前待命，结果这破电梯还没修好，该不会让我们爬楼梯吧？哎，领导都是这样的，因为不用他们爬楼梯嘛。哎呀，对呀。我去尹总他们，你用钥匙先回宿舍去，我会想办法脱身去找你们。哎，我还有几支抑制剂，相信我。谁呀，这么嚣张？站住！这是顾老师的抑制剂，那他岂不是？顾老师，你是任？刚好，我也装的没意思了。好久不见。谢心虚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他4年前病死了。这是个秘密。之前那3个人绑架我，后来是你。你恢复记忆了？都怪那几个蠢货，居然敢盯上你，我只好出手。但是好死不死，你的味道害我一下失去了理智，吓到你了，几乎搞砸了我们的重逢。但好在你相信了独木菇汤的说法，这才让一切回到了正轨。你想干什么？是想骗我跟你结亲吗？